大家好，我是荒野。火星地球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致力于开发和研究相关技术和方法。目前，火星的环境十分恶劣，温度低，大气稀薄，没有水和大气层等，这些都是制约火星地球化的重要因素。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火星地球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可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基地，那么可能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火星变成一个与地球类似的可宜居行星，那么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地球和火星的距离有多远呢？在最接近的时刻，地球和火星的距离大约为5个光分，这相当于约9200万公里。光速下需要约20分钟才能到达火星。光分是什么意思呢？光分也是一种长度单位，它是指光在真空中行走的距离。在最远的时刻，它们的距离会变得更远，大约有4.3亿公里。地球和火星的大气环境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地球的大气层主要由氮气和氧气组成，这使得地球上的生命可以通过呼吸获得所需的氧气，而火星的大气层相比地球十分稀薄，主要由二氧化碳和少量氮气压气和氧气组成，这使得火星的大气压极低，不足地球大气层的1%。这种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火星地球化的过程中需要增加大气压和氧气含量，使其更接近地球的大气环境。地球上有丰富的水资源，相对于地球而言，火星上的水资源就非常有限。火星上曾经存在大量的水，但大部分已经消失或被锁在地下的冰层中。目前，火星表面上只有极少量的水分子存在于大气中，以及部分被发现的水冰。水或融水在低温下固结的冰。最近的研究表明，火星南极和北极的冰帽下面有大量的水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马文探测车利用其雷达仪探测到了火星南极地区的冰层，并确认其中有大量的水冰。此外，欧洲航天局的火星快车号探测器也发现了火星北极冰帽下的水冰。这些水冰资源可以为火星上的探测和人类定居提供一定的水资源。除了地下的水冰之外，火星表面上也有一些水的迹象，比如火星表面上的一些峡谷和河流床，它们可能是由过去的液态水流形成的。此外，最近的研究还发现火星表面上的一些区域可能存在着含水的盐土，这也表明火星上的水资源可能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丰富一些。总体来说，虽然火星上的水资源相对于地球而言很有限，但它们仍然是我们在火星探索和定居中的重要资源之一。火星上的气温相对较低，其表面温度的平均值约为零下60摄氏度。由于火星的大气压力只有地球的1%，因此火星表面无法像地球一样保持温暖。为了在火星上生存和开展科学研究，目前已经有一些科学方法被提出来，以应对火星上的低温环境。保温材料可以防止热量流失，从而保持温暖。我们可以使用保温材料来建造火星基地或火星车，以保持室内温暖，并保护科学设备免受极端寒冷的影响。核反应堆是一种产生热能的设备，可以用于供暖和电力生成。它们可以在极端环境下提供可靠的能源，并可以通过核热来保持环境温暖。地下居住，由于火星表面的温度较低，我们可以考虑在火星地下建造基地和居所。地下的岩石和土壤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温效果，而且还可以提供较好的辐射防护。温室效应，在火星表面上可以使用温室效应来保持温暖，通过使用透明的材料来建造温室。在太阳光的作用下，温室内的温度可以升高，而且在温室内种植植物还可以提供氧气和食物。科学表明，火星目前没有明显的磁场，这意味着火星表面受到来自太阳和宇宙射线的高能粒子的直接冲击。这种辐射会对火星上的生命形式、电子设备和其他科学研究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科学家提出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电磁屏蔽可以使用强大的磁体来制造一个火星周围的假磁场，以保护生命和设备免受来自太阳和宇宙的辐射。这个磁场可以模仿地球的磁场，同时阻挡高能粒子的进入，从而降低辐射水平。沉积岩石，使用火星岩石或其他材料建造一个厚而稳定的屏障来保护生命和设备免受辐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提供可靠的辐射防护，而且也可以用于建造氧气和水资源的基地。防辐射服和设备，开发防辐射服和设备
以帮助火星探险家在辐射环境下生存。这些设备可以提供更好的防护和保护，以减少对生命和设备的损害。可以看到，地球和火星的差异非常大。想要在火星上实现地球化，我们人类需要克服非常多的技术难题。这也引发了许多反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这个计划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人类探索宇宙和保护地球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才能更好地推动火星地球化的实现。我是荒野，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